针对凯米台风发布了今年的第一个海上台风警报，台风将在周三、周四是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，有可能在明天的中午前后到傍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。大家好，我是梅，欢迎来到梅的奇幻冒险旅程，跟随我的镜头一起看看不一样的人文风情吧。哟，路上没啥车，整个城市非常的安静。大半夜的，有想到梅要去哪吗？近期台湾周遭台风频繁，不仅带来强烈的风雨，更给台湾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。受经极力定制渔场的邀请，才能一睹渔民这行业辛苦的一面，也才能知道渔民在台风夜是如何度过的。社会上的有一群人，即使自然灾害来袭，即使刮风下雨，也是默默的负重前行，守护着这一片土地。但也有一群人因为生计，即使自然灾害来袭，迫于无奈，冒着风雨也还是得出门。伴随着今年的第一个强台凯米台风的来袭，带来了惊人的雨量与强阵风，总是让人心生畏惧。狂风呼啸，海浪翻涌，这样的天候条件对渔业依赖的台湾，对渔民们来说绝对是个重大的威胁。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渔民是如何度过台风夜的吧。从老一辈的那边就曾有遇到过，就是遇到台风季，后来之后台风有侵台的状况，后来之后又刚好遇到一整年度7月至8月之间会有一个是属于潮水最高的高坡，还就刚好是在今天，应该是说大概是在24、25、26这3天是涨潮高度最高的时候，还有时严重一点的话，甚至会海水倒灌。我看那个 Facebook 有人 po 影片，高雄那边的港口整个海水都淹上来了。这就是我们所担心的地方，因为本身在这几天是属于是地球离月亮最近的时候，所以相对的月亮会影响到潮汐的高度，它的涨退的高度，所以又刚好这时候台风又进来了。那台风进来，一定会带有更多的雨量进来，相对的再加上它本身海上的海水也会被台风给带进来，所以当种种原因加起来的话，那是不是就会变成说，在这一段时间海水涨得高，把雨量给的足够的丰富，所以才容易造成了海水倒灌的问题。以前台风侵台的时候，我们到港口去巡视的时候，甚至有些遇到说水位高度很高，还高到连陆地的码头跟那个海水整个都分不出来，这么夸张？因为就刚好遇到大潮的时间。像以前我小时候，大概差不多国中的时候，有一次陪我爸爸去南寮渔港那边鼓船，那次遇到的情况更严重。因为也是遇到年度大潮，又遇到台风入境，所以它的水位高度非常高。
讲到这，其实很难想象，原来还有一群人因为台风天不得不冒着风雨出门去工作，不接触另外一行，永远也都不知道另外一行在做些什么事情。接下来跟随梅的镜头，我们去看看到了港口需要做些什么事情吧。到港口了，刚刚海巡确认完身份后放行，若不是港区作业人员，海巡不会放行通过。温馨提醒，台风天可别到海边观浪啊，因为开罚下来数字金额很吓人，罚单至少5万块起跳，真的很危险。后面是因为要观看不同角度船绑绳状况，才有机会近距离拍摄下来浪拍打岸上的震撼。海面上这个地点呢，对比过去真的超高的反圣婴年生成台风之后，距离台湾仍就是在我们家门前，所以我们一再提醒大家，预警的时间会是相对比较短。所以原本呢，大家预估说距离这么的短，就算海温再高，可是它靠近台湾的时候，可能是到中海，甚至到。刚刚出门时无风无雨，现在开始有感受到慢慢有风雨了。然后请注意这个地方，海水此时才这么高，稍等等后，海水就会开始慢慢涨上岸了，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。话不多说，等等再给各位看看海水涨上岸时的样子。此时此刻，金吉利定制渔场的船主圣杰哥正在巡视船只状况，查看船只管筏绑绳状况是否有需再加强的地方。至于船只绑绳，我有问过这问题，要怎么知道我绳子绑的到底是要松还是要绑紧呢？圣杰哥回答我，依经验下去绑。那我就很好奇，经验这个的依据在哪呢？圣杰哥就回答我，此时要去依照现在到底是涨潮还是退潮，而涨潮还要看说是小潮还是大潮，而下去决定船上绳子要绑多紧。如果是大潮，海水涨很高，若是绳子绑太松，船会飘离码头有点距离；如果是小潮，海水没有涨很高，船离码头会产生高低差。若是绳子绑太紧，就有机会把绳子扯断，可能明天要出港时就会发现，啊，干，我的船嘞！然后就傻眼了。讲到这，不禁让我想到，去年小犬台风造成兰屿开元港多艘船只翻覆，到现在这则新闻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依然历历在目。尤其是当地居民的一句话，真是天佑啊！看了真的好揪心。一早来到港口，看到这幅惨况，实在好心痛。全部就只有你们那船是好的，真是天佑啊！时间越来越晚，风也逐渐越来越强了，可以感受到，连港口内的海水逐渐都有浪花出现，船只晃动的幅度也越来越大。而圣杰哥现在也来巡视大船状况，也可以看到有些船只管筏上的绑绳都逐渐绷紧。捕鱼、渔捞这个行业也是真的很辛苦，隔行如隔山呀。现在要看船头的那个高度比较低，那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那个水舱里面全部都灌水，两舱都灌了大概6分满的水，所以上面没有往下掉。哦，然后这种还会再更高，哦，所以是有灌水下去。各位，很抱歉，因为风越来越大，圣杰哥的声音录不进去，导致字幕君他非常崩溃，完全不知道对话字幕要怎么上了。高抬贵手，别苛责字幕君了。认识的船主委托圣杰哥帮忙巡视船只状况，而圣杰哥现在在弄防撞棉，因为海水涨高了，怕船身一直撞击码头而造成损坏。而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，这就是刚刚说的，因为台风再加上年度大潮，海水整个淹上来了，只能说真的很夸张。以前只有在新闻内看过，没想到也有机会在台风天来到港口看到这景象。有人有注意到吗？这2根金属棍上面放了很多的轮胎，用途是做什么用的呢？后来询问下才知道，这基本上都是管筏在使用的。原因是在于一般船只还有船身还在海里，而管筏只有这个大圆筒飘在海面上，所以若遇到大潮，管筏很有可能会被海水给带上岸，到时就麻烦了，可能到时候隔天要出港时就傻眼了，心里可能就会 OX 说啊干，林北的船怎么在码头上？
如果有来过海山渔港这边的香山湿地，就会知道这个出入口。此时此刻的浪逐渐大起来了，而这也是和各位说的，圣杰哥现在在这个位置观察大船摇晃程度，来决定绳子要如何再下去做调整，是要绑紧还是放松。这边也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小鱼可能因为台风全部都进来港口躲避，然后又因晚上有灯照射下去后有趋光性，鱼群都跳了起来。好了，现在就先回家，等明天天亮再来看船只状况吧。Tomorrow. 大家早安呀！一大早睡醒就赶快来港口这边了。我记得那是在码头边，差不多8点出头左右而已吧。在来这边的路上，圣杰哥跟我说，他其实半夜回到家后没怎么睡，心里一直很担心大船这边的状况。巡视了一圈后，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，唯独不幸中的大幸，就是圣杰哥刚刚在捞的绳子。这条绳子超级粗的，所有的东西目前大致清点下来，也就只有这条绳子断掉而已。此时的台风，我记得已经离开台湾了，只是目前受外环气流影响，加减还是有风雨存在。说也特别，受大陆高气压影响，感觉很爱台湾，留在台湾玩耍个2天才走，真的是很傻眼。好了，这条大绳子终于全部拿上岸了。金吉利定制渔场位于新竹市香山区纳鲁湾街1号 ，Google Map 搜寻金吉利定制渔场就可以找得到。每日贩售当日现捕现捞的新鲜渔获，不会贩售隔夜冷冻渔获。有喜欢的都欢迎来走走来看看。喜欢梅的影片，欢迎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